李长寿略微摇了摇头，语重心长：你错了，师妹，这并不厉害。我跟师父一样，都是还未成仙的炼气师。这个洪荒世界太过凶残，成仙只是刚刚走出新手村，成仙之后还要再过7、8个大境界，才能勉强算得上是一位高手。每一个境界都能卡死无数的所谓的天才奇才，而洪荒自古而来，存在太过久远了，顶尖的高手又数不胜数，新人想要上位，难上加难。且修为终归只是基础，就算是在同一个大境界的2个人斗法，没有厉害法宝的一方，下场就是生死道消。兰陵娥缩了缩脖子，师兄的话语如同魔音入耳，让他禁不住汗毛直竖。哪怕你有厉害的法宝，如果没有厉害的神通，也是不免生死道消。就算你法宝和神通都备齐了，如果自身气运不足，惹来灾祸，免不了还是一个生死道消。总而言之，生死道消。不错，领悟得相当迅速嘛。可是师兄，我们修行不就是为了能够长生不老，为了能够无人可欺，然后逍遥于世间吗？不，你可能弄错了。修行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，我们修行啊，是为了不断变强，然后应对各种各样艰苦的环境，从而让自己活下去。长生不老只是一个修道境界，达到这个境界你就不会自然死亡了，但各种各样的灾祸还是会要你性命。那师兄，我们该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活下去呢？李长寿缓缓转动着手中的考架，有条不紊地回答着。第一，要躲避因果，尽量不要跟奇奇怪怪的事有牵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心在家里修道，不要乱走动，也不要跟其他人有太多的接触。当然了，要做到这点很艰难。比如你跟我，因为拜了同一个师傅，咱们之间就有了牵扯，也就存在了因。今后如果咱们任何一个有麻烦，另一个就会被牵扯入其中，这就是一种果。所以啊，就算尽力的避免因果，我们始终不能完全避开因果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学会审时度势，根据情况做出合理的判断，尽力让自己不要落入危险之中。如果自己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，依然陷入了危险，那就只有第2条应对的办法了。第2条是什么？兰陵娥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这只已经烤到7分熟的锦鸡已经开始散发出无比诱人的香气了。底牌。底牌？那又是什么？所谓底牌，就是指你各种各样隐藏起来的能力。那李长寿撕下了一块鸡肉，递给了已经有些等不及的灵娥，继续教育着。师妹的入门教育可是他准备许久，在脑海中整理了几个月的成果。你如果有100分的实力，可以藏起来30分，只展露给别人70分。这样呢，如果有人想要算计你，对付你，你就能够打他一个出其不意。再具体一些，以后啊，你如果有了什么厉害的法术、神通、法宝，就藏起来，当做自己的一张底牌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关键时刻扔出来，它就是一锤定音的王炸。还有呢，自身修为也可以隐藏一部分，这也是一张底牌。兰陵娥3下5除2将这块鸡肉解决，吃得双眼都一阵放光，味蕾在不断回味，让他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手指。他仔细思索着师兄的教导。可是师兄，如果底牌都用了，却依然打不过对方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就是第3条了。李长寿屈指一弹，烤熟的锦鸡直接被肢解，
化作一块块蕴着灵气的烤肉，漂浮到兰陵娥面前。第3条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逃。兰陵娥眨了眨眼，虽然被烤肉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，却依然在努力地理解着师兄的话语。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意气用事只会葬送美好的未来，生命也只有珍贵的一次。当然了，人品和气质绝佳的可能会走狗屎运，来第2次。说正事啊，想要在高手手中遁走，需要极强的临阵反应能力。这里就要强调遁法的作用了。多学一门遁法，你就多一份生还的希望。日暮西斜，肉香遍野，在那清澈的湖水边，青年练气士孜孜不倦地教育着刚入门的小师妹，抱着一块块烤肉小口啃食的小姑娘也渐渐听得入神。这必将是影响她整个先生的一刻。只是虽然小灵娥不断感慨师兄说的好有道理啊，但仔细回味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师妹在，请听题。是。假设师妹你的修为在化神第9阶，在路上飞着飞着，突然发现一处无人之地有化神第6阶的修士，强行非礼一名炼气境的女修士，你要如何去做？下面是3个选项：甲，冲上去弄死他，你就是正义的化身；乙，远远的扔法宝打一下这个人，然后从容离开，破坏他的兴致；丙，就当啥事儿也没发生，从旁边溜走。兰陵娥眨了眨眼，这题干和选项中似乎都有不是他这个年纪所能理解的东西。单选题，选吧。甲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隐藏自己修为呢？只是故意显露出化神6阶，其实已经是反虚境的高手。通常而言啊，敢不加掩饰就行这种龌龊之事的家伙，肯定也是卑鄙无耻之人。你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诚实上呢？咦？师妹，你莫要忘了，你自己也是个女修。如果在甲的种种假设条件成立时，这个禽兽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师妹你，更是兽性大发，那你岂不是连自己都要搭进去了？兰陵娥小脸通红，一阵头晕目眩小凌乱。可是师兄，丙这个选项非我辈修士该做之事。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道理，要我们兄妹几个能挺身而出，逞强扶弱。父亲说过，如果人人都是路见不平都不去出手相助，那一旦受害者是自己，岂不是……不，师妹，你要记住，如果是在一个平和友善的大环境中，你的这种想法绝对是正确的。但洪荒不是什么平和之地，这里高手如云，炼气士往往为了一件法宝一支灵根就能够大打出手。大部分能活下来的修士大都是心狠手辣之辈。李长寿负手注视着湖面，叹声：存有这般宅心仁厚、侠义为先的想法，是很难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的。李长寿负手注视着湖面。我们要做的是不去作恶，不去为恶，却也不必非要去制止恶行。与其在自己本领不足时逞英雄，倒不如一直活下去，等自己站在众生的顶点，能去制定规则的时候，去改写整个洪荒范围弱者的生存环境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兰陵娥重重的点头，眼中满是亮光。也就在这时，这对师兄妹并没有发现一缕青烟从不远处的茅庐中飘了出来，静静地飘到了他们身后。
李长寿沉声：“师妹，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痛快且坚定地说出来。如果遇到有男修非礼女修，你该怎么做？”饼，就当没有看见，从旁边溜过去。李长寿忍不住对自己师妹竖起了大拇指，心底泛起了一股感动。2天的教学就有了如此成果，一直这么进行下去，不出几年，自己大可不必担心师妹会闯什么祸，从而牵扯到自己了。有个懂得低调求生存的师妹，实在是李长寿！突然间，背后有冷风吹拂，这对师兄妹浑身汗毛竖起，某个苍老又冰冷的嗓音从背后突然响起。兰灵娥牙关在乱颤，李长寿嘴角抽抽着，扭头看了眼，瞬间挤出了一副笑脸。师父，您闭关就结束了呀？要开始今天对小师妹的辛苦教学了吗？是师傅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师傅，您当浮尘做什么？我也是您的亲徒弟，不能有了小的就虐了大的呀，师傅！混账！齐元道长须发乱飞，双目圆瞪，举着浮尘就打。哼，自己胆小怕事，还要教坏你师妹，为师今天非要好好收拾收拾你一顿。然而浮尘砸落，李长寿的身形却被一抹青光包裹，瞬间出现在了柳树的另一侧，对师父又是一阵拱手求饶。哼，还敢用木盾躲，找打！齐元更是气愤难平，举着浮尘迈步猛追。李长寿身形飘然而退，连续躲过师父的追击。齐元道长开始催起术法，手中浮尘一阵疯长，湖边出现了浮尘扫出去的漫天虚影，但李长寿就如同泥鳅一般，总能够找到间隙躲过去。师傅，您相信我这不是为了师妹好吗？咱们渡仙门属人教一脉，那是3教仙宗，怎的就出了你这个满脑子歪门邪道的后辈？哎呀，还不是师傅您慧眼识英才！呸！贫道今天就清理门户！气杀我也！师傅，您生气的时候一点也不英俊了。柳印象，最初看到师父要打师兄还十分紧张的灵娥，渐渐的也被自家师父和师兄追逐打闹逗得笑了起来。他倒是看出来了，师父并没有真的出狠手，师兄闪躲的身影也是十分的轻松写意。就这般追逐了片刻，师兄似乎是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，师父扑上去就直接把师兄给摁在那儿，用浮尘一阵凶猛地抽打师兄的臀部，发出了一阵富有节律感的响动。片刻之后，教训了大徒弟一阵的齐元道长起身整理了一下散乱的道袍，对着地上狼狈的徒弟吼了几嗓子：哼，给为师好好反省，今后不准你再教你师妹怎么做人，去给你师妹把草庐盖完。是，弟子遵命。灵娥，过来，为师给你讲道授学，把你师兄教你的那些歪理统统都忘掉。灵娥弱弱地应了一声，满是担心地看向自家师兄道袍下那肿起来的屁股，又瞥到了李长寿正藏在袖袍中的右手，那只右手对着他轻轻地摆了摆，做了一个竖大拇指的手势。灵娥稍微安心一些，又见师兄趴在草地上狼狈的模样，低头扑哧一笑，快步追向了师父的背影。他的步子却是越发轻快，渐渐地跑了起来。李长寿趴在那儿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一朵白云从旁飘来，将他慢慢托起。哎呀，师父还真下手。李长寿摸了摸屁股，吸了一口凉气，随后又是悠悠一叹。
早知道真会被师傅打一顿，就不让师傅捉到了。哎呀，也不行，师傅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。毕竟现在师傅成仙希望渺茫，压力又大，本来就挺辛苦的。从刚才师傅显露出的法术来看，外圣内虚，对我的气机锁定也是时断时虚，显然是提升修为境界时操之过急的表现。罢了，还是想个办法，让师傅渡过天劫的概率增大一点吧。李长寿挠挠头，趴在云上陷入了沉思，慢慢地飘去了不远处已经快建好的第3座草庐。这几天就像是做梦一样呢。9岁这年，我在跟着母亲逛集市的时候，被一位老神仙相中，被老神仙收做了徒弟。父母虽然舍不得我，但这是天大的好事。如果我修炼有成，以后我的氏族也能跟着沾光。所以在家里办过拜师宴之后，带着母亲的许多叮嘱，我跟着师父来到了渡仙门。然后我遇到了有些奇怪的师兄，师兄有很多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总有点不对劲儿的长篇大论。师父再三警告，说师兄就是个怪人，让我不能跟他学做人。但我总感觉师兄其实是很厉害的炼气士。山里并没有太多的礼仪和规矩，湖里山里到处都是美味，修道也是颇为有趣的事，起码不像我来之前想的那么枯燥。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跟师兄一起烧烤，一起喂鱼，一起在山里逛荡，找些美味之极的野味填饱自己的小肚皮，然后在湖边静静坐一阵，听师兄说那些歪道理。以后的日子都会是这样吗？缩在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被子中，林和轻轻地呼了口气，翻身面朝着窗户。他突然感觉眼前似乎有人影晃动，略微睁大了困意朦胧的双眼，被瞬间吓得清醒过来，娇小的身躯也忍不住轻颤了几下。